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我是王炯。今天这期视频的选题呢是来源于一个真实事件。前几天呢，我们工作室的一个妹子啊，我们的后期小姐姐，这个要给自己的妈妈选一台手机，当时她纠结的两台机型是 K30 Ultra 还有 iPhone 8 Plus。这两台机器引起了我们整个工作室一次大讨论啊！其实之前有很多小伙伴问我们啊，尤其是临近中秋节了，要给自己的父母啊，或者说给家里的长辈呢购买手机，我们就这次讨论干脆出一期视频。之前我们没出这期视频啊，确实是有点疑虑，因为我们都是年轻人。看视频呢，我们的小伙伴呢，差不多也都是年轻人，我们很难去在第一视角或者说第一人称去，想一下长辈们的需求是什么但是这次呢，我们做了很多大数据的调研啊，争取呢为大家做一次比较全面的如何为自己父母选机的视频。本期视频我们将会从续航、拍照等等5个长辈们比较关注的方面来详细展开。之前开学推荐那期视频，我们的关键词是性价比，本期的关键词是易用性。相信你看完这期视频就知道怎么该给自己的爸妈、给自己的长辈选手机，或者说选安卓，或者说选苹果了。不过关键点，先把测评马上开始。这次我们在全网各个平台进行了大数据调研啊，有几万小伙伴参与我们的投票，特别感谢大家的支持。这个在微信、短视频、拍照、续航和整机应用性这5大方面，是现在小伙伴们给长辈们选机比较关注的。我们一个一个环节来，先来说微信。大多数人给长辈换机的初衷呢，应该就是微信视频通话，比起功能机既节省话费又能看到对方，一举两得。安卓手机能够将微信联系人直接添加到桌面，方便查找。除此之外呢，长辈还喜欢家族群聊啊，发老年人专属表情包，转公众号里的各种心灵鸡汤给孩子们看啊。这些操作在大字体手机上体验更为友好。iOS 微信有6档字体可调，安卓有8种，调大之后布局界面也会发生很大改变。可以看到两者拉到最大字体之后，包括聊天界面、朋友圈、公众号等，安卓手机的字体更大，这个阅读也更加从容，毕竟多了2档调节嘛。不仅如此，安卓手机还能在系统设置中呢将文字进一步的放大，系统加应用层面的效果让文字变得比大更大。iOS 可以将视图放大，但是效果不强。在字体大小这一点上，安卓确实要更大一些。另外，发朋友圈也是长辈们常用的功能之一，他们有时候会抱怨朋友圈的图片或者说视频不够清晰。这种事儿很大程度上不赖手机啊，这个朋友圈压缩原图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通过测试，我们可以看到压缩后的照片 iOS 的容量更大，而视频容量最大的是华为手机。同样是安卓，华为一枝独秀啊。为了排除不是 bug， 我们再加了2台华为手机进行测试，一共3台，结果一致。我们推测应该是华为对朋友圈视频这方面做了某些优化，给点个赞。简单概括，一般朋友圈如果发照片 ，iOS 肯定更清晰，视频这边呢则是华为要更好一点。但还是要说，无论照片拍得多好啊，压缩后的效果肯定不如之前。希望微信后续能够加上上传原图的功能，毕竟别的 app 早就已经有了。大家把小龙加油这4个字打在公屏上。对了，顺便的再替年轻用户多说一句，还有聊天记录的备份速度。综上所述啊，我们认为安卓的超大字体以及桌面可以放上产品的联系人这2个功能点直击长辈用户的痛点，这票我给安卓。另外这2点呢，虽然 iOS 想实现也不难，但是真的要做就考虑到如何不影响大的交互逻辑和美观度。iOS 14已经发布，所以短时间内我们应该是看不到了。智能手机普及10年有余，长辈们不再局限于微信啊，也开始跟上时代潮流，开始刷抖音、快手、短视频或者在线看剧、看电影。看视频就会涉及到一个信号的问题啊，我们先来问一下大家，你家的路由器离长辈的房间有多远呢？啊，有的人还是复式楼啊，稍微碰上信号差的路由器，在另外一个楼层就接收不到信号了。所以 WiFi 信号显得尤为重要。我们通过实际测试，安卓和苹果只分这2大类的话，以工作室大门为起点出发，途中经过2个转角，最终目的地和路由器相差了4道墙，每台手机走3遍取中间值。无论是苹果还是安卓 ，WiFi 6确实要比 WiFi 5的手机接收能力要更强一些。我们测试的机型就是图中这些。第2项测试啊，同一个地方抢网，我们直接说结果。以抖音为例啊 ，iPhone 11体验确实不佳。这个打开抖音之后，黑屏10秒左右，如果滑下一个视频还需要再等待，这个表现不如 WiFi 5的 Realme V5。K30 Pro 在我们这个环境里边抢网能力最强啊，体验最好。打开测速软件查看进一步的差距，可以看到 iPhone 11呢开头有一段处于无网的状态。在抢网能力方面，在我们测试的环境里边，苹果确实要差一些。以上2个测试属于极端情况啊，一般而言，只要你家路由器不太差，目前市面上在售的手机 WiFi 能力都不用太担
担心，没有什么大问题但考虑到有些富人小伙伴是复式或者说3层楼我们更建议你买 WiFi 6的手机或者分布式路由器。如果你家是500平米的大别墅，建议多买几个路由器吧。另外，2大系统的主流短视频和追剧 App 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体验差别。但如果你家长特别喜欢追剧购买 VIP 最好使用安卓端或者网页端，价格还真的更便宜一些。我们也强烈推荐，如果看剧比较多的长辈呢，肯定建议购买双扬器的手机，无论是看视频还是通话，音量都要更大一些。考虑到安卓可以选择更大的屏幕、更大的音量以及更加友好的储存价格，在娱乐方面，安卓确实占优。好，第3个是拍照。拍照不光是长辈几乎是所有人都常用的功能，拍人、拍景物、拍动物等等等等吧。首先说明1分钱1分货，99%的情况都是价格更高的手机拍照要更好。但一般而言呢，给长辈买 iPhone 的预算确实要比安卓要高一些。老机型的 iPhone 呢，我们也不太推荐。以在5000元档位的 iPhone 11和同价位的安卓机相比，我们直接拿样张来说话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苹果风格呢偏真实，预览框所拍即所得，这是 iPhone 的一大优点。不同品牌的安卓机呢有不同的调教风格，但是普遍都要比 iPhone 更加讨好眼球。清晰度方面呢，苹果也要差点意思，尤其是放大之后夜间表现呢也不如另外2台安卓机，层次感也不强，正常场景下呢也不够明亮，远处天空的噪点要更多一些。录像方面呢更为明显，对比一下小米10 Ultra， 一眼就能看出画面更糊，噪点也更多，仿佛不是一个价位段的手机。不过苹果这边也有优点默认暗光场景下会自动开启夜间模式，苹果已经帮你做好了选择，你只管拍就是了。另外2台需要手动设置，主摄应该是长辈们最常用的一个镜头。这个环节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对相应机型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查看我们之前一期的相机横屏。一句话总结 ，iPhone 11在目前同价位段没有什么优势可言，初看还行，经不起放大仔细对比。安卓厂商这边已经非常努力了在相机方面已经领先很长时间，尤其是旗舰机型。摄影方面的进步呢是有目共睹的。不过11毕竟发布的更早，最新的12马上就要来了，能否扳回一城，到时候咱们另说。但是我们还是想说除非你的长辈特别在意拍照，一般情况下呢，2、3千元的手机就能够满足他们绝大部分的拍照需求了。第4大环节续航，仔细想想长辈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干嘛？除了一些网瘾长辈之外大多数应该都是在忙着自己的事儿接触手机的时间比我们要少得多。可能有的只是发消息才会打开手机，平时呢就放着不用，稍微遗忘2、3天一充也是常见的事儿。用我们小白测评数据库5小时重度续航测试作为参考，绝大多数安卓手机比 iOS 手机表现都要更好。由于长辈们的使用习惯和我们不同，实际待机续航时间要更久一些。其次，他们也不会像咱们一样时刻注意到手机的电量，有的时候可能会忘记充电，难免会碰到应急充电的情况，所以快充也要更有优势我们来看一下0到100%充入电量的排行榜。iOS 阵营确实不太争气，苹果和安卓在这块早已经拉开了巨大的差距。iPhone 11原装5伏1安206分钟，即便你用上18瓦的充电器，也是1个多小时，而且还要多一笔开销。18瓦在安卓阵营都已经是入门了。无论是续航还是充电，安卓这边确实优势更大。更多机型的续航和充电数据，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在数据库之中进行查看。最后一个易用性，之所以把它放在最后是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大的方面，我们主观认为是最影响长辈使用体验的一个方面，包括系统的交互逻辑、生态圈、开放性、广告等等等等。应用就是越简单越好，学习成本越低越好。iOS 操作逻辑统一，下载软件直接 App Store 省心方便，而安卓是你的手机应用市场越多它下载软件的方式也就越多，甚至某些 App 打开就直接后台更新了，不够统一，自然学习成本也要更高。第2点就是非常重要的广告苹果这边基本没有什么自带广告，安卓根据机型的不同呢，多多少少都会有，而且有的手机非常多之前我们也做过体验。虽然在第3方应用内的广告2个生态圈都有，但是主流的正规应用呢没有什么误导性，而安卓一旦无意下载了某款不知名的应用，很容易误导长辈们点击广告，点击一下就强制后台下载。而 iOS 这边呢，首先弹窗或者下载就要少得多，而且呢都要经过同意，以上情况注意一下呢，能避免不少。安卓这边还会碰到应用自启、应用强制常驻通知栏，还要通话权限，还要读取短信，不给权限不让用，等等等等情况前面几大环节我们说了很多安卓的优势，但是很多人最后在预算情况够还是选择苹果给老人的原因就在这里，就是系统稳，不会出现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但是在某些软件方面呢，安卓也有 iOS 没有的优势。以 MIUI 为例它可以设置极简模式，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不必要的视觉元素。界面简单易懂，2台 SmartThings OS 或者说 ColorOS 11的手机能够实现远程协助，安卓手机还能开启导航的按键，点一下 Home 键直接回到桌面，对比全屏手势，操作直观，成本简单。虽然 iPhone 也有实体按键的机型，但是普遍型号都比较老，我们不太建议购买。
iOS 的封闭性、逻辑简单，这个方便理解；安卓的高自由度，学习成本更高，操作复杂，但是可玩性更高。对于年轻人而言呢，就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的事儿。但是对于老年人用户 ，iOS 系统在稳定和易用性，还有在广告方面，确实更容易令他们接受。这一票呢，我们肯定是要投给苹果的。说完以上5点，相信选哪个系统的手机，你应该心里有一个答案了。如何权衡，如何选择，还要结合自己的经济能力以及长辈们的实际需求来。如果让我选的话，岁数再大一些的，我可能会选择苹果，因为我求稳嘛。如果年龄稍微小一点的，比如说50左右的，我可能会选择安卓，把没必要的东西都给他们关掉，使他们符合长辈们的日常使用。最主要的是要经常回家，即便长辈遇到了某些方面的问题，也可以第一时间给他们解决。另外还得提醒一下大家啊，如果你是某个系统的长期用户，几乎没有接触过另外一个系统，我们比较建议你给长辈买相同系统的手机，因为碰到了问题，你可以自己飞快的把它解决掉。但是如果你回家次数比较少，预算也能够接受，考虑苹果相对要更省心一些。还有几点小建议，比如说存储要大，长辈不一定会像咱们一样经常清理，储存大一点更省心一些。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屏幕买的尽量要好一点，亮度一定要有保证。第3点就是买售后网点比较多的手机，这也是很多人选择OV和华为的原因。第4点，买苹果手机的时候不要图方便登录自己的账号，专门给老人再注册一个密码，你可以帮他记着啊，但是个人要用个人的，后面一定会给你省掉一些麻烦的。最后就是如果可以购买双扬声器的手机。如果你懒得挑啊，我们在各个价位呢主观选择了一些，仅供大家参考。你可以在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老人选机这4个字，查看并且保存这张图片，随时发给需要的人。并且在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你可以查看这些手机的实测数据，根据老人不同的需求点来去查看不同的数据点。在我们的调查结果之中呢，也有部分长辈在使用功能机。我们大致了解了一下目前的功能机市场，发现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啊，有的明明是功能机的外表，却写着支持微信啊，但是我们没有见过实机啊，不敢擅自推荐啊。如果本期视频点赞超过4万的话啊，我们就把几款我们认为比较有性价比的功能机买回来看一看，他们比我们印象中的功能机做了哪些改变，是不是适应了这个新的时代？我相信大家呢给自己的长辈、给自己的父母买手机呢，绝对都是出于好心。比如说我兼职自己赚钱了，或者说我毕业了之后的第一笔工资想给自己的妈妈买一台手机，这个都是特别好的。但是呢，如果要是有机会的话，手机电子产品这个东西肯定是不能和真人来对比的，多多陪伴可能是他们真正想要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你每次要给自己的父母买手机或者说买一些东西的时候，他们都会说，哎呀，不要浪费那个钱了，我用你3、4年前淘汰那个记忆就可以了。但是你直接给他买了，拿到他的面前，不管是苹果还是安卓，不管是1000块钱的手机还是5000块钱的手机，他都会非常高兴的。还有一个点是我们小白测评想倡导一下的，就是所有的厂商们，目前专门针对老年人这个市场的机型呢，其实没有。他们现在真正在用的手机呢，大部分都是自己的儿子或者说女儿淘汰下来的机器，或者是专门去买的话，他们也不会特别的去挑选，因为很多人都不是太关注这个东西，把它当成一个单纯的工具类的东西来使用。即便在硬件方面吧，这个老年人市场可能不是那么太受重视，但是希望在软件层面，厂商们多为他们做一些优化，就比如说极简模式啊，或者说专门的老人模式，这个真的还是挺有意义的。想象一下，现在的智能手机呢，大概就是这个形态。如果要是我们老了，几十年之后，那个手机会成为什么形态？我们变成老人的时候，会对手机有什么样的需求？我们还跳不跳广场舞？这个还挺有意思的。那个时候可能就没有手机这个硬件方面的东西了，可能是脑机接口都有可能。OK， 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更多内容和精彩，大家可以关注我的 B 站、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都搜索小白测评就可以了。博客完整体验，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